你相信神迹吗？这个绑架案让无数人相信神迹是存在的。1976年，3个美国富二代绑架了一架校车，26个孩子和手无寸铁的司机被埋在3米深的大坑里。但离奇的是，在必死的局面里，5个从天而降的巧合让他们死里逃生，毫发无伤。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故事发生于1976年，24岁的伍兹是加州福莫尔一家采石场老板的儿子。作为当地顶级的富二代，伍兹本可以躺赢，但他不甘心过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，所以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。经过一番计划，伍兹约着富二代圈里的好友理查德和詹姆斯一起进军房地产行业，准备大赚特赚，超越父辈。然而，房地产行业不是那么好混的，除了泡妞技巧外，一无是处的3人最终把家里支援的老本都赔了个精光，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。这种情况一般富二代会直接向家里求助。然而伍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而且他对自己也很自信，他认为自己一定可以通过努力把债还上。所以说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，不然后果会非常严重。那么如何短时间内搞到钱来还债呢？伍兹左想右想，始终不得其法。正在这时，詹姆斯和理查德向他提议，不如搞个绑架来挣点钱，这可是公然挑战当地法律。伍兹听后大为震惊，他觉得这个提议真是天才之想，所以他马上就同意了这个计划。虽然有了主意，但在他们那个地方，伍兹一家就是顶级富豪了，他们还能绑谁呢？总不能把自己绑了吧？想了半天后，他们决定去绑架一辆校车，上面那么多孩子，质量不够就数量来凑。经过长期观察后，他们锁定了一辆黄色校车，并摸透了校车的行车路线等信息。这辆校车上有一个40岁左右的司机老雷，还有26名小学生。这在他们3个持枪小伙面前，绝对就是待宰羔羊，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随后他们又雇佣铲车司机挖了一个3米的深坑，3米有多深呢？应该比大多数居民楼的房间稍高一些。随后他们从二手市场搞来一节废旧车厢，直接放到深坑之中。这个深坑的作用就是临时的牢房，方便他们关押那些孩子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买了一台 X 光机。据他们所说，用这玩意儿可以检查孩子们身体上有没有跟踪设备。且不说 X 光机有没有这功能，在40年前，谁会在孩子们身上放定位追踪的设备呢？但不管怎样，伍兹3人觉得自己准备的非常全面，堪称万无一失。于是在1976年7月15日，3人套上了提前买好的丝袜，开着一辆白色小面包，在偏僻的小路上将目标校车截停。此时校车上有26名5到14岁不等的孩子，他们刚刚参加完游泳培训，准备回家。开车的则是校车司机老雷。3人上车之后，直接掏出手枪，夺取了校车的控制权，并将一车人控制起来。然而此时他们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，那就是让孩子不要哭闹。毕竟5、6岁的孩子还不能完全控制情绪，如果被路上的行人发现异常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。然而3个富二代谁也没有哄孩子的经验，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呢？这桩绑架案堪称证明了神的存在。3个美国富二代绑架26个孩子，5个离奇出现的神迹让26个孩子毫发无伤地逃出升天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3个富二代劫匪顺利控制了校车，他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哭闹的孩子。由于无法阻止孩子们哭闹，理查德决定杀鸡儆猴。就在他准备开枪的时候，司机老雷站出来表示他可以试试。老雷不愧是校车老司机，和孩子们也混熟了。没一会儿，他就将孩子们的情绪安抚住，避免了劫匪情急开枪。就这样，3人开着校车一路来到他们的大本营，也就是挖坑的地方。伍兹命令孩子们脱下上衣，并在衣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孩子们携带的随身物品一起上缴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家长们看到这些东西，就会相信孩子在他们手上，赎金也就滚滚而来了。随后伍德让老雷和孩子们钻进地下深坑的车厢里，还把梯子抽走，最后关上了唯一的出口天窗。为了保险起见，3人还用厚厚的泥土盖上了车厢，并在天窗位置压上了一台柴油发动机。一番操作后，伍兹3人彻底放下心来。这次绑架非常成功，肉票也绝对无法逃脱。于是劳累一天的他们直接回到租下的房子中休息起来。他们并没有着急给学校打电话，因为他们想让家长们着急一下，这样更方便索要赎金。而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，被埋在车厢里的老雷和孩子们也开始了自救行动。老雷刚被绑架的时候的确是被吓蒙圈了，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也冷静了下来。他知道这些孩子能力有限，想要逃离这里只能靠自己，他是所有人的希望。不过在地下漆黑的环境中，他即便想要逃跑也根
根本无能为力。而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孩子竟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只手电筒。有人认为这是神灵的保佑，因为孩子们是去上游泳课的，这个孩子竟然会带着一只手电筒，这本就非常奇怪。而在上缴私人物品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也忘了手电筒的事情，这也十分巧合。但不管怎样，老雷和孩子们终于在地下看到了光明，也看到了希望。老雷通过手电筒的光亮发现车厢内有一些水和食物，还有一些床垫。他知道绑匪的目的是索要赎金，不会让他们太快死去。不过老雷又恨这些绑匪太弱智，既然不想让他们死，为何连一个通气孔都不留？时间一长，他们岂不是要缺氧而死？想到这里，老雷更加着急了。如今他们唯一的出口就是上方的天窗。原本老雷是够不着天窗的，不过这些床垫的存在让老雷有了对天窗动手脚的可能。更加幸运的是，原本坚固的天窗因为伍兹三人在上面压了台柴油发动机，已经出现了裂缝，这使得老雷有了更多操作空间。种种巧合才让老雷和孩子们有了一线生机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神的庇佑。然而这还不是最幸运的，后面事情的发展让人怀疑这世界上或许真的有神迹。世界上真的有神迹显灵吗？26个孩子被绑匪埋到3米深的大坑，最后靠神迹的保护死里逃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老雷和孩子们在车厢中展开了自救，他想要通过裂开的缝隙把泥土清理开，不过只是用手根本无法成功，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工具。就在这时，如同神迹般的巧合又出现了，一个孩子从角落中发现了一根铁棍，长度大小正好可以通过缝隙，头上还有一个拐角，方便老雷挖完泥土后用来拨开门栓。真的巧合的像是上天的庇佑。不过清理泥土也是一个力气活，老雷光是清理这些泥土就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。由于当时是夏季，老雷不仅挖得手脚抽筋儿，身上也全是汗。为了避免中暑，他只能往身上浇水。就这样，不知道挖了多久，老雷终于清理完泥土，并将天窗的门栓打开。然而，此时天窗上面还有柴油机，老雷的这个姿势想要推开天窗非常困难，所以还是要清理周围的泥土，才能有空间去推开发动机。就这样，又忙活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他们终于将发动机推开。一束不太耀眼的太阳光也照射了下来。原来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，老雷忙活了这么久，3个富二代劫匪其实早就休息够了，但他们并没有来查看，因为他们正忙着联系有关部门索要赎金。最开始劫匪想要联系教育部门，但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后来他们又想直接联系警察局，但电话还是一直占线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去通知警局。而就在他们研究怎么写信的时候，老雷已经带着孩子们悄悄溜走，并来到一处国家公园。在这里，老雷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，告诉了警察他们经历的这一切。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更神奇了，劫匪们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无法接通，而他们只打了1次就接通了。原来当时孩子们的家长已经发现了不对劲，纷纷打电话报警，时不时就打电话催促询问，导致警察局的电话一直占线，这也间接耽误了劫匪的时间。而老雷和孩子们只打了1遍就联系上了警察局。另一边，3个富二代劫匪还在研究怎么写勒索信。突然电视上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校车被劫的新闻，看着新闻，3人莫名有种奇怪的成就感。然而就在他们为自己的大手笔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下一幕他们就看到了司机老雷和那26名被绑架的孩子。3人彻底惊呆了，这些孩子不是在深坑车厢里吗？为何会出现在电视中？他们急忙跑去车厢查看，才知道他们煮熟的鸭子已经飞了。随后3个富二代劫匪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一个在老家躲藏，一个跑到加拿大，一个躲到加利福尼亚。然而习惯了优越生活的他们根本受不了做逃犯的苦，于是3人一个选择自首，2个被热心市民举报，最终他们在监狱里再度聚首。纵观整个案件，有太多如同神迹的巧合，所以很多人相信老雷和这些孩子们都受到了神的保护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